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a very big 2 days, I have to say. And we'll be heading back to Washington, D.C. right after this.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天前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美伊战争打了10天了，川普也向美国民众做个交代Over the past 9 days, we've carried out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complex military strikes and maneuver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Now, you add that up to all of the other things, Midnight Hammer, getting rid of the nuclear threat from Iran, which was a big moment in history, in my opinion, and the great success we've had in Venezuela and all other places. Every place we've gone, we've had tremendous success. 川普给这场战争就概括了，他说我们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目前的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那简直就是秦始皇摸电门呐，那赢麻了呀为什么呢？他说那你看，他说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我们消灭了，空军也被我们消灭了，核武器基本上那个计划也被我们消灭了，还有哈梅内伊也被我们消灭了，打的伊朗是毫无还手之力。紧接着呢，这特朗普呢就话锋一转，他说这场战争应该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个形势这么好的，为什么要结束呢？人记者就问了而且不太对因为你的战争部长说好像一切才刚刚开始President, you've said the war is, quote, very complete, but your defense secretary says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So which is it, and how long should Americans be prepared Well, I think for you could this war say to it last both. for? It's the beginning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 but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It's all been blown up.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y have no leadership. It's all gone. 川普这个人确实有一个本事什么话他都能圆过来。他马上就说了不矛盾。他说为什么说才刚刚开始呢？因为我们把他的海军空军都炸没了，他不得重新组建吗？是不是他组建了我们还炸？那我说快结束了，那是指整个战争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么这场发布会我观测有一个细节虽然说川普觉得美伊战争给人感觉他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但总觉得他在召开这次发布会的时候，那个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多的笑意。On Iran, you called it an excursion. You said it would be over soon. Are you thinking this week it will be over? No, Are you talking but soon. about days? I think soon. Okay, and with respect Very to... soon. Look, everything they have is gone, including their leadership. In fact, there are 2 levels of leadership, and even actually, as it turns out, more than that. But 2 levels of leadership are gone. 比较严肃，当然呢，可能也有他糟心事儿那你比如说，他当时记者就问他了：“你那炸人家那个伊朗的学校，炸死了180个学生，你过去一直说是伊朗干的，那现在伊朗那边都公布了，到底是美国战斧式导弹炸的吧？” I will say that the Tomahawk,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s around, is used by, is sold and used by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that. And whether it's Iran, who also has some Tomahawks, I wish they had more, but whether it's Iran or somebody else, the fact that a Tomahawk is very generic, it's sold to other countries, but that's being investigated right now. 那言下之意那以色列沙特都有可能用没准是他自己的盟友干的呢。还有有可能伊朗偷了美国的战斧式导弹，给自己的那个学校给炸了呢。当然这话呢就是不太好回答所以我看那个特朗普他那个表情就比较肃穆。那么我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战争到今天为止已经打了12天了，美国为什么现在呢有点想急于结束这场战争呢？尽管哈梅内伊被消灭了，但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呢现在又就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给人感觉好像伊朗虽然是炸得七七八八，但是这个政权还相对比较稳定还比较稳固好像是美国此前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流露出想要结束战争的这个意愿呢？在我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朗手中有一张牌，这张牌呢就是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这霍尔木斯海峡在整个这次美伊战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应该说战前被低估了，他所承受的这个成本和代价，在这些天里头慢慢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呢来做一番分析啊。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啊。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波斯湾的一个海峡，这波斯湾大家都知道啊，是中东地区的相当于内海一样的地方啊。围绕着波斯湾呢，一共有几个国家呢？一个是伊朗，主要是波斯湾北部，然后紧接着就是伊拉克、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也包括阿曼这6个国家。这6个国家啊，都是富得流油的国家，因为围绕着波斯湾呢，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地。整个波斯湾的石油蕴藏量呢，大概占到全世界的50%。那人这些国家生在这个金饭碗啊，那一生下来的地底下都是油嘛。其中沙特这一个国家，它的石油储量差不多就占到了全球15%到20%。那么波斯湾这些国家里头啊，生产的石油啊，一天平均差不多在2700万桶。那么这个整个的生产量啊，占到全世界的1/4。那么这2700万桶的石油里面呢，大部分都是通过海运到全世界的。那么你要进入海运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啊。你波斯湾的石油如果往出运，就必须要通过波斯湾到外面这个大洋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峡，这个海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长呢一共有167公里，最宽处呢有95公里，但是最窄处呢只有33公里。它的北边呢是伊朗，南面呢是阿曼。那么伊朗和阿曼就扼守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两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伊朗呢实际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呢又更强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啊，伊朗啊，它不仅仅是在北边啊，它占据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略要地啊，它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中，它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岛屿归它占领。你比如说啊，这岛屿啊，其中有个叫格什姆岛，这个格什姆岛啊是这个伊朗非常大的一个岛屿啊，这个岛啊有135公里，那基本就是伊朗啊在波斯湾过程中间的一个屏障啊。那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海军的基地就在这个岛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霍尔木斯岛，霍尔木斯岛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词来的嘛。还有个拉拉克岛，这两个岛呢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键的水域。这是3个岛啊，这3个岛现在都是伊朗的领土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往波斯湾里面呢，伊朗还占有3个岛。这3个岛呢，一个叫大通布岛，一个叫小通布岛，还有一个叫阿尔木沙岛。那么这3个岛啊，它正好在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航道上。这3个岛啊，伊朗啊从上个世纪1971年就占领了，但是阿联酋说呢，这3个岛也归他们，所以这双方啊有领土争端，但目前都是伊朗占领的。那么伊朗啊在这3个岛上啊，都部署了一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啊，也包括一些导弹呐，它就扼守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主要的航道上。这霍尔木斯海峡啊，最窄处是33公里啊，实际上用这个海里来算的话，就是21海里。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因为一南一北啊，他们呢各自的领海呢都是12海里，你想想，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最窄处啊，阿曼和伊朗其实啊，它的领海都是有交叉的。也就是说，你任何国家要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话，都必须穿行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当然了，这个海峡啊，这个水深呢，平均是60到100米深。那么对于一个大型的运油船来讲啊，它的运行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比如说啊，你那个20-30万吨的那个运油船啊，它就要求它吃水线一般得25米到30米。那么在霍尔木斯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呢，靠近伊朗这边基本都是浅水区，靠近阿曼这边呢，主要都是深水区啊。1973年，国际海事啊这一个组织啊，就制定了一个通行规则。这个通行规则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地方呢，搞了2条海上通道，每条海上通道呢宽是2海里，这2海里中间呢又有一个2海里的一个隔离带，一个缓冲带，
这样可以保证这些船呢，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过程中间呢，不会发生碰撞，大家有条不紊的通过这个最狭窄的水道啊。那么呢，无论是阿曼还是伊朗呢，实际上都不收这个海峡通行的过路费。但是呢，因为你要穿行他们的领海嘛，所以呢，他们都要求是无害通过。所谓无害通过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运油的船，你只要公开通报，那你就可以过。但是你军舰，包括潜艇，你要通过的话，要事先通报，要获得批准。潜艇呢，你要浮到水面上来，然后才通过。所以啊，伊朗就占据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咽喉要道。这个咽喉要道啊，在这次啊美伊战争之后呢，立刻就出事儿了。2月28号，美国不是发起了那个愤怒史诗计划嘛，就直接把哈梅内伊给炸死了，对吧？当天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宣布关闭了。这个呢，一直到3月3号这一天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就正式关闭了。那这事儿可是大事儿啊！联合国当天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啊。一开始还有一些油轮冒险通过，但是到3月3号这一天呢，有一个挂着帕劳旗帜的这个油轮呢，就受到了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就一下着火了。2% inside have。那吓得这些船呢就不敢通过了啊！看看美伊打仗，我们船上的时钟都被干扰了。看看这时间走得多快。GPS 现在停航船速已经跑到33万 ，GPS 信号已经乱了，已经丢失了。到了3月3号这一天啊，霍尔木斯海峡波斯湾里面啊，一共聚集了3200艘船，就出不去了。这3200艘船里头大概都有哪些船呢？其中油轮呢大概有100多艘，这100多艘油轮中间呢占到全球运量的4%。那么成品油的油轮有112艘，占到全球的总的成品油运力的8%。然后还有195艘的其他的这个油轮。那么你想想，就是这个量就是相当大了啊。除此之外，在阿曼的爱海啊，还有500艘船呢，等着进入波斯湾，大家都不敢进了。你想想，那打起来了，对不对？那战火随便给你一艘油轮干掉，一艘油轮的价格都是1、2亿美金呢，相当贵啊，所以没有人敢轻易的过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立刻就导致了整个的油轮的运价暴涨，暴涨到什么程度呢？ VLCC 啊，就是说超大的那个运油船，就是你25万吨以上的运油船啊，就要被称之为 VLCC。这 VLCC 啊，它运价在这个1月底、2月初的时候的运价是每天5.5万美金。到了2月底啊，2月27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要打，那这时候运价就已经涨起来了啊，这涨到了大概是22万美金一天。2月28号这一天开打了，那么运价一下就飙起来了，飙到了每天42.4万美元。那你想想，这价格就快涨了10倍了啊！这还不是最高的，到了3月5号这一天，据说有一艘油轮的运价涨到了一天77万美元。你想想，这77万美元，跟这原先的5.5万美金相比啊，那已经10几倍了。当然，这是表现出市场的一种恐慌指数啊，大家都不知道这战争会打到什么时候。那如果长期化，或者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其实这个价格能不能长期维系，我们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就整个这个运价都开始飙升了许多倍，这是运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保险。你想想，那么大的一头油轮，如果干掉的话，人家一天拿40-50万美金，那也是赔本的。所以这些油轮呢，在运油的过程中间都买了保险的。这保险中间，其中有一种险就是战争险。但是2月28号一打仗，很多保险公司就宣布了，此前的战争险都不算数了啊，因为原先框算的那个战争概率那很小嘛，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不行。所以啊，我看那个财新的记者就找到了一艘中国的油轮去核实，他们这个油轮呢，它的战争险是多少呢？是整个船只价值的1%，而且呢，这个保险费啊，每7天更新一次，也就是说你一次保费只保你7天。那么这些大型的油轮呢，一艘油轮的价值啊，动辄都是1亿美金以上，
1%的话就是100万美元了。所以现在运一趟油，光保险费大概就要200-300万美金。你再加上那些运价的飙升，那你想想，整个油价的运输成本啊，那一下就飙上去了啊。那么波斯湾的这个油啊，我刚才讲了啊，每天运出大概是2000万桶，这2000万桶占到全世界石油整的消费量的1/5。这1/5的油啊，80%都流到了亚洲市场。流到亚洲市场中间呢，最大的吃油大户是中国，第二呢是印度，第三呢是中国的台湾，然后呢紧接着日本和韩国啊。但是不同国家啊，对这些波斯湾的油的乙醇度不一样。你比如说日本啊，虽然说它这总量不大，但是它对来自于波斯湾的油的乙醇度是最高的，差不多占到90%，有人甚至说95%。韩国呢是70%。那你想想，如果这霍尔木斯海峡一断，对这些国家来讲，那不是灭顶之灾吗？当然了，这些国家本身都有石油的战略储备啊，比如说日本，据说是石油的战略储备啊，大概占到了6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也就是6个月没有油都能支撑下去啊。韩国也差不多，中国据说也是120天。所以说呢，总体来讲呢，它不会立刻导致这用油的危机，但是呢，传递到市场上，因为市场价格啊，一般来说它不是由你当下的危机造成的，它是由未来的预期造成的。所以油价在2月28号美伊战争开打之后，立刻就开始暴涨了。那战前呢，石油的价格大概是60美金一桶啊，马上2天3天之后就飙到了80，最高的时候曾经飙到了110啊。那你想想，这价格就涨了70%啊！就在前几天，特朗普不是宣布了说战争马上就结束了，结果呢，油价应声而落，又跌到了80块钱左右啊。那对这个亚洲这几个国家的信心的冲击也体现在股市上啊。大家都知道3月9号这一天，韩国的股市啊，当天就熔断了。所谓熔断了，就是跌得太狠了，一天就跌懵了，跌了8.几啊。结果呢，股市不得不暂停交易，也创了韩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啊。好像是几天之内，整个韩国股市下跌了20%。日本股市也差不多啊。昨天的时候，日本股市单日下跌4000点，4200点啊，那场面是蔚为壮观啊，好像下跌了7.几啊。那你想想，就是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啊，给整个亚洲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当然，我说的这个冲击还不仅仅体现在油这方面啊，因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封锁之后啊，那个地方的运船不仅仅有油轮，还有其他的。你就比如说，海湾这几个国家同时都是电解铝的生产大国，这电解铝啊，他们的原料是从外面运进去的，然后的成品呢，也要通过海运把它运出去。这个电解铝啊，他们的生产量是700万吨，在全世界的电解铝的市场中间也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啊。你现在霍尔木斯海峡一断，电解铝就卡断了，导致电解铝的价格直接就上涨了，涨得也很凶啊。还比如说甲醇，甲醇也是海湾这几个国家啊重要的出口产品。这甲醇呢，你像中国70%的进口的甲醇都来自于中东，那你这甲醇现在这一下子就切断了，那你想想，对这些国家来说影响也很大，因为甲醇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就生产甲醛呐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甲醇来作为原料生产的啊。还比如说呢，石脑油等等啊，就这些都是属于石油加工过程中间的副产品。那么这些副产品的价格啊，现在在国际市场上也暴涨。那么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一旦被封锁啊，所导致的一个最大的效应是什么呢？就原本这场战争就局限于3个国家嘛，美国、以色列和伊朗。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啊，第一轮美国打击，它肯定是就基本上美国的战术是非常成功的，哈梅内伊被打死了，海军空军确实也被基本给消灭了啊，包括核设施咱不知道消灭到什么程度啊。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在正面战场上，无论是跟美国还是跟以色列，它都硬刚不过。你比如说，我看到一种数据啊，伊朗刚开战的时候，每天往以色列打导弹，那么几天下来，导弹的数字就越来越低了，好像跟第一天比起来下降了90%。为什么？就是说，作为伊朗这个国家，你的军事实力跟美国跟以色列比起来不在一个层面上。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你，那你肯定是打不过的。你要正面反击，肯定是反击不过美国，也反击不过以色列。
那么伊朗就想了这么一招，既然如此，我过不好了，甚至你美国现在都要灭国了，那谁都别想过好日子。你把我要是消灭了，那我都活不下去了，那你们周边这几个国家能过好日子吗？所以你看，伊朗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往这个周围这几个国家去打导弹，然后搞无人机，沙特的炼油厂被攻击，阿联酋的炼油厂被攻击，搞得这些国家赶紧减产，赶紧停止。其实不减产也不行了，因为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闭之后啊，油运不出去了。那沙特它整个的油的储量也就是3.5亿桶，现在已经据说是快2亿桶了。那你了不起还有1亿桶的储量啊，你装满了，你这石油就得减产啊。据说伊拉克现在已经开始减产了啊。那么伊朗的这个战略的方针就是我把霍尔木斯海峡封闭了，你们其他的国家都过不好，用这种方式啊来要挟美国和以色列必须停战，而且你不能对伊朗啊开出太高的条件。这招啊应该说啊，伊朗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时期啊也使用过。比如说历史上当时2伊战争的时候啊，伊朗当时也威胁要关闭霍尔木斯海峡，要布设水雷呀，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美国当时给科威特啊去护航，因为这是无害通过嘛，全世界的这个油都要通过这儿，虽然是你伊朗的这个水面，你就不能关闭。结果后来当时美国不是有一个军舰就触雷了吗？触雷就导致美国对伊朗开始报复啊，结果双方还就此打官司打到了国际法庭，最后国际法庭把双方都给驳回了啊。也就是说，历史上啊，伊朗啊对霍尔木斯大海峡的封锁啊，从来没有封锁到今天这个程度。2伊战争期间啊，美国当时的护航，实际上呢，霍尔木斯海峡呢受到了影响，但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然后10几年前，当时国际社会不是制裁伊朗吗？伊朗也嚷嚷要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只是打嘴仗，没有真的关闭。但这一次啊，伊朗啊感觉不太一样。那你想想啊，美国、以色列把他的最高领袖给干掉了，这国家给人感觉都眼快要灭国了，是吧？这应该是伊朗的神权统治啊，自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所以对伊朗来说，它能使的杀手锏就是，那我既然是过不好了，我就把这个池鱼，我们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把这池鱼都拉到我的这个战争中间来，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台湾，甚至包括俄罗斯。当然，俄罗斯只要是受益的啊。你想想，这个油价上涨了，那俄罗斯乐呢嘛？那油价上涨之后，中国你得补偿啊，你从这个波斯湾的油过不来了，你得加大从俄罗斯购买啊，价格还上涨了，所以俄罗斯偷着乐。所以伊朗的战略就是说，我通过卡住霍尔木斯的这个脖子，逼迫美国和以色列尽早的停战。那么这个呢，这个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就比较棘手。为什么比较棘手呢？因为啊，你现在打击这个伊朗啊，在军事上还比较容易，但是你要想把伊朗的这个政权推翻，现在看来还挺困难的。Have to take him out. Does he have a target on his back? You mean the new supreme leader? You mean the son? How can there be an Iran with Well, another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ut I was disappointed because we think it's going to lead to just more of the same problem for the country. So I was disappointed to see their choice. 哈梅内伊死了，他儿子又继位了，好像他儿子好像更极端一些。你想还有杀父之仇，对不对？而且伊朗国内现在也没有流露出这个政权更替的迹象。那么呢，对于伊朗来讲，我在正面战场上我没有办法跟美国硬刚，但是我要保留足够的战力，威胁霍尔木斯海峡不能正常通过，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说我在霍尔木斯海峡谁也别过啊，谁要过的话我们就打谁。是不是最近的时候伊朗就宣布准备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地方要布水雷吗？那水雷一布，哪个油轮不要命的还敢通过这个海峡呀？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他其实打败美国难，打败以色列难，但是他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实际上就不仅美国和以色列被拉入了这个伊朗战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始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了，就包括我刚才讲的，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如果这场战争不能迅速的结束，
如果长期化的话，如果霍尔木斯海峡长期被封锁的话，那整个国际社会需要承担的经济代价那就高了去了。你想想，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啊，油价从60涨到100以上，如果持续的时间到一定程度，那无论日本还是韩国，也包括中国这些国家啊，肯定经济都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因为当油价上涨之后啊，其实美国本身也要承担非常大的代价。你美国很多进口的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嘛，也会加剧美国的这种通胀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体现在军事上了，军事上的这个力量对比啊，一目了然。但是这场战争未来的走向取决于谁能够在长久的时间里头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就是说谁最终在成本上扛不住。我个人认为啊，伊朗现在卡住霍尔木斯海峡，就是让包括美国和他的盟国在内的这些人承受伊朗战争的这个成本。当他们承受不住了之后，就会找特朗普说赶紧停战。当然了，那这个伊朗这个手段啊，到底能不能奏效？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啊，到底还会怎么博弈？那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我看最近的特朗普就说了啊，伊朗假如要是敢布雷的话，我们马上把他们那些布雷船都击沉。那么现在最新的事态，据说是伊朗准备要在那布雷，美国准备好像要去护航啊。那么未来到底围绕着这个海峡国际形势该怎么走？那么大家可能就要拭目以待了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Sure. On the potential, if tasked to escort, we'll look at the range of options to set the military conditions to be able to do that. And then, like we always do with every potential mission, come to the Secretary and the President with both what are the resources required, what is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required, and what are the risks, and how do we mitigate those risks. So we're looking at a range of options there, and we'll figure out how to solve problems as they come to us. But I would reiterate also to add to what the chairman said, the truth the president posted last night about that, saying if Iran does anything to stop the flow of oil with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y will be hit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 times harder than they have been hit thus far. He goes on to say, death, fire, and fury will rain upon them. You've seen the truth and read it. But he takes very seriously the condition of that straits. We have capabilities that no other nation on earth has, and we're certainly working with... Please, go ahead. Tomahawk missile likely destroyed that Iranian girls' school. So will the U.S.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Well, I for haven't that strike? seen it, and I will say that the Tomahawk,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s around, is used by, is sold and used by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that. And whether it's Iran, who also has some Tomahawks, I wish they had more, but whether it's Iran or somebody else, the fact that a Tomahawk is very generic, it's sold to other countries, but that's being investigated right now. Yeah, please. Thank you. Mr. President, you've said the war is, quote, very complete, but your defense secretary says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So which is it, and how long should Americans be prepared Well, I think for you could this war say to it last? both. It's the beginning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 but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It's all been blown up.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y have no leadership. It's all gone. So, you could look at that statement. We could call it a tremendous success right now as we leave here. I could call it, or we could go further, and we're going to go further. But the big risk on that war has been over for 3 days. We wiped them out in the first 2 days.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t's incredible. We wiped out a big navy, very powerful navy. These were ships. These were serious ships. These were ships that you buy when you want to win battles. They're all on the bottom floor. The sailors are all running off their ships. They refuse to get on the ships. The Air Force is gone.